那段关于活到150岁和器官移植的私下对话，从习近平和普京口中轻描淡写的流出，随后又被中共文宣系统慌乱的全网封杀，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花边新闻，或者独裁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说，这恰恰是最需要严肃对待的信号，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权力顶层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现实剥离。在权力的顶峰，特别是在一个将国家资源视为私产的集权体制内，当长生不老不再是神话传说，而是可以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和无限的资源供给来追求的现实目标时，这就不是闲聊，而是一种治国心态的无意流露。它揭示了一种将个人生命价值置于亿万民众福祉之上的终极傲慢，一种是普通人为其权力金字塔基座乃至零件库的冷酷现实。这场意外泄露的对话，如同一道刺眼的闪电，瞬间照亮了2025年那场盛大阅兵背后那个金碧辉煌舞台之下的真实景象。这景象由3场同时上演、层层递进的危机所构成。首先是一场关于独裁合法性的深刻危机，一场精心编排的末代王者的盛宴；其次是国家机器与有效治理彻底剥离后所引爆的一场深重的民众生存危机；最后也是最致命的，是这一切表象之下权力核心内部无法遏制的稳定危机。这3场危机共同构成了理解当下中国最真实的切面。我们先来看第一场危机，也是最表象的危机。2025年9月3日的天安门广场，与其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如说是一场现代独裁者的抱团取暖大会，一场对法西斯这个词汇的终极讽刺。这简直就是一幅国际独裁者俱乐部的全家福。我们看看天安门城楼上站着的都是些什么人物。普京，这位在俄罗斯执政超过24个春秋的民选总统，通过不断贴心的修改宪法来延长自己的服务期限，而他的政治对手们要么主动入狱反思，要么意外坠机身亡，要么不幸中毒休养。他此刻正在乌克兰进行着一场深刻诠释为和平而战的去军事化人道主义行动，也因此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他身边的金正恩，这位朝鲜人民选择的第3代领导人，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朝鲜实现了100%的就业率和零犯罪率，代价是没人能找到工作，也没人敢犯罪。他让朝鲜人民享受着资讯纯净的美好生活，因为唯一的资讯来源就是他自己。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他年仅12岁的女儿金主爱，在一个所谓的共和国的庆典上，公开预演着封建王朝的代际传承。还有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欧洲政坛的常青树，执政30年，选举从未失手，得票率稳定到让数学家都感到惊叹，甚至能创造性的动用战斗机迫降民航客机，只为逮捕一名敢于说真话的记者。再加上来自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的，无一不是终身在位、父子相传的威权领袖。这群人能够走到一起，不是因为有共同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他们共享同一种对权力的恐惧和对失去权力的焦虑。民主国家有自己的盟友体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而这群独裁者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不是因为他们彼此欣赏，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那个拥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允许人民批评领导人的世界。当一个独裁者在国内清除了所有异己，将国家变成自己的私人领地后，他最恐惧的就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因此，敌人的敌人变成了可以暂时利用的朋友，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慰藉，是对方统治合法性的最后背书。在这种环境下，讨论如何活到150岁，就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黑话，其潜台词是：我们如何才能把这江山千秋万代地做下去？这场阅兵的荒诞之处在于，他试图营造一种普天同庆、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但其内核却无比脆弱和虚假。这种虚假不仅体现在台上人物的伪善，更在于整个场面的精心营造完全建立在对人性的压榨之上。为了所谓完美的画面，
可以让8万只鸽子从阅兵前一天起就断水断粮，只为防止它们在空中排泄，玷污了盛典；可以让10几万军人和群众在烈日下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站立煎熬将近8个小时，如同没有知觉的道具。当宏大叙事的辉煌需要以如此具体而微小的残酷为代价时，这种辉煌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而当习近平与普京讨论着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活到150岁，享受永恒的权利之时，那些在烈日下为他们站岗的年轻士兵，那些被剥夺了基本生理需求的普通人，又算是什么呢？他们不过是这场宏大戏剧中可以随时牺牲的消耗品，是维持独裁者长生梦想的燃料。这正是这场盛典背后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权力与财富的鸿沟，甚至存在着物种般的隔阂时，一切关于为人民服务的叙事都显得苍白而可笑。领导人与现实的剥离，必然导致第二个层面的剥离，国家机器与有效治理的剥离。当一个系统的最高指令不再是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维护领袖的绝对权威和实现其不切实际的幻想时，整个官僚体系就会从一个治理机器退化成一个庞大的表演团体。它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实事求是，而是取悦上意。这次93阅兵本身就是这种表演式治理的极致体现。为了几小时的光鲜亮丽，确保一场绝对完美的、不容任何瑕疵的政治秀，整个系统可以无视一切常识和人性。但更有意思的细节是，这次阅兵的现场总指挥并非像以往那样由统管京畿卫戍的中部战区司令员担任，而是一个战区的兵种司令，一位空军中将。与此同时，中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已经空缺了1年多，连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国防部长董军这样的核心将领都未见踪影。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盛大的阅兵表象之下，是军队高层持续的动荡和人事不明。一方面要对外展示肌肉和团结，另一方面内部的清洗和不信任却在加剧。这种内外不一、表里矛盾的状态，恰恰是表演式治理的典型特征。军队的首要任务似乎已经不是能打仗、打胜仗，而是要在阅兵式上走好正步，向领袖展现绝对的忠诚。我们看到那些参加完阅兵回村的士兵，向乡亲们展示的不是格斗或射击技能，而是走正步。这难道不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吗？整个系统正在把人训练成表演的道具，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战斗员。这种表演替代治理的逻辑，并不仅仅体现在阅兵这种大场面上，它已经渗透到治理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我一个朋友最近分享了一个故事，他们是浙江一个偏远山村的居民，世世代代都饮用甘甜清冽的山泉水，生活便利，也从不缺水。可是前2年，镇上突然建了一个自来水厂，今年开始就强制要求每家每户必须安装自来水，废弃山泉，而且价格不菲。村民们自然不愿意，他们不信任自来水的水质，更不觉得有这个必要。结果呢？当地政府竟然出动了武警进行镇压，强迫他们接受这个所谓的民生工程。大家想想，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是真的为了村民的饮水安全吗？恐怕不是。一个自来水厂项目，首先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拨款，可以为地方官员创造寻租空间；其次，它能提供一些关系户的工作岗位；最重要的是，在地方财政普遍枯竭的今天，一旦所有人都用上了自来水，这就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稳定的税收来源。水、电、燃气，这些在现代社会看似是公共服务的项目，在中国的治理逻辑下，本质上都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渠道。所以，哪怕你住在深山老林，哪怕你根本不需要，国家机器也要把这根管子插到你家里来，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你满意，而是你的服从以及你口袋里的钱。这个强迫安装自来水的故事，和天安门广场上那场盛大的阅兵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种无视民众真实需求，只为实现上层目标，无论是政治献礼还是财政汲取的强制性表演。当国家机器忙于表演和榨取，最终必然导致最致命的后果，
普通民众与国家宏大叙事的剥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深重生存危机。当官方媒体用最华丽的词藻描绘着强国盛世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在亿万普通人心中反复回响：振聋发聩，工作都上哪儿去了？应届生找不到工作，35岁的人被优化裁员。科技越来越发达，工作却越来越难找。GDP 10年翻一番，老百姓的钱却越挣越少。最后发出了一声天问：钱呢？钱上哪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第一场危机之中。当一个国家的资源被高度集中，用于维系统治，举办盛大的庆典，满足统治者个人永无止境的欲望时，留给民间的资源自然就所剩无几。之前有一个在成都的粉丝朋友，姓张，前几年餐饮业火爆的时候，他倾尽所有，又贷了一大笔款，在城南高新区买了一套被中介吹得天花乱坠的公寓，觉得算是把根扎在了这个新一线城市。同时他开的火锅店也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他当时觉得只要自己肯拼命干，好日子就在后头。然而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光景，一切都变了。现在他的火锅店到了饭点也冷冷清清，一个月下来连房租都快付不起。而那套他寄托了所有希望的房子，挂牌价比买入价低了整整50万，却连一个看房的电话都接不到。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像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前几天深夜他给我发信息说，现在不是亏钱的问题，而是感觉自己被彻底锁死在了这个城市里，动弹不得，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囚徒。老张的故事是中国无数中产家庭的缩影，他们曾经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是最坚定的信奉者，相信那个隐性的社会契约，只要你努力工作，生活总会越来越好。但现在这个契约正在被单方面撕毁，越努力越倒霉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你好好学习出国深造，回来发现整个行业都消失了。你省吃俭用掏空6个钱包贷款买房，结果房子烂尾或者腰斩。你努力创业，最后可能落得一身债务，上了征信黑名单。在这种情况下，宏大的国家叙事就失去了附着点，变成了悬在半空的口号。人们不再相信顾全大局，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那个大局，而是被大局牺牲的代价。那个被广为传颂的驴的隐喻，虽然粗俗，却异常精准地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养驴的人会给你豆饼、萝卜和棚子，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拉磨。他不会让你变成人，更不会给你养老送终。一旦意识到自己就是那头红利驴，人们的选择就只剩下几种：要么躺平，放弃一切非分之想，以最低的消耗生存；要么内卷，在存量的磨盘上和同类拼个你死我活；要么就认，想尽一切办法离开这个磨坊。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他妈给堵死了。当民众在生存线上挣扎时，权力核心内部就真的安然无恙了。恰恰相反，在这场盛大的阅兵背后，隐藏着第3场最致命的危机——权力核心内部的稳定危机。任何集权体制表面上看起来都坚如磐石，仿佛领袖的意志就是一切。但历史告诉我们，越是这样的体制，其内部的猜忌、斗争和清洗就越是残酷和频繁。这次阅兵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前总理温家宝那个几乎要落泪的愁苦表情。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年纪大了，畏光，但结合他过去10几年反复发出的警告，这个表情就有了更深长的意味。温家宝在任期末年曾多次公开呼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中国经济因为4万亿刺激计划看似一片繁荣时，他就在深圳警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2012年，他又在记者会上说，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10几年过去了，他当年的担忧哪一个没有应验？温家宝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多党民主，而是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共内部改良派的思路，即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实现党政分开、领导人任期制，完善法治，防止个人崇拜和权力过分集中。这条路的本质
是试图给这头名为利维坦的巨兽套上一个制度的笼子，防止它失控暴走。然而，这条改良之路早已被彻底堵死。如今的中国正在朝着温家宝当年最担心的方向一路狂奔。当他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看到的不是一个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国家，而是一个与世界主流文明渐行渐远，甚至开始与一群国际弃儿称兄道弟的新轴心。他内心的悲怆，恐怕是任何一个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怀有责任感的人都能理解的。温家宝的表情是昔日改良派路线彻底破产的无声注脚，是旧时代最后一丝理性的回光返照，映衬出新时代主人们脸上那种与现实剥离的令人不安的亢奋。而更直接的证据则来自于军队内部的人事地震。如前所述，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国防部长董军双双缺席，负责京畿卫戍的中部战区司令员位置空缺1年有余。这清晰地表明，解放军高层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剧烈的清洗和动荡。习近平看似大权在握，但他对军队的反复清洗恰恰说明了他内心深处极度的不安全感。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军队人事洗牌都与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和路线的重大变更紧密相连。这种对内部稳定性的焦虑，我们甚至可以从北京对待朝鲜的态度中窥见一斑。这次年仅12岁的金主爱被高调推到前台，作为金氏王朝第4代接班人的信号无比清晰。而金氏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血腥清洗的权力传承史。无论是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还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任何可能威胁到权力交接的人都必须从物理上被消灭。这种残酷的不讲任何规则的家天下继承模式，正是所有独裁体制最终都无法摆脱的梦魇。当习近平选择与这样的政权并肩而立，并为金主爱这位公主的国际首秀背书时，这本身就折射出一种对权力绝对安全和红色江山代代传的深层渴望与焦虑。他打破了邓小平时代建立的集体领导和任期制，亲手开启了个人集权的新时代，也就必然要面对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无休止的猜忌、永不停止的清洗，以及那个最终无人能回避的接班人难题。所以我们看，从领导人沉迷于150岁的幻想，到国家机器热衷于阅兵和装自来水管的表演，再到民众在现实的重压下用躺平和驴的自嘲来解构官方叙事，这3个层面的危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它描绘的是一个正在失去内部凝聚力的系统。顶层、中层和底层生活在3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里，说着3套完全不同的话语，彼此之间无法理解，也无法共情。2025年的这场阅兵不是一场力量的展示，而是一幅由3重危机交织而成的末世图景。它是一个统治集团在丧失了内外合法性之后，只能依靠精心制作的幻象来麻痹自己和恫吓敌人。它是一个社会在失去了上升通道和安全感之后，陷入集体性的迷茫和绝望。它更是一个权力体系在摧毁了所有内部制衡机制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吞噬的宿命。这种系统性的剥离比任何单一的经济危机或社会事件都更加危险，因为它掏空了整个社会赖以运转的信任基础和价值共识。它就像一场缓慢的、无声的泥石流，你眼睁睁地看着脚下的土地在一点点下陷、被吞噬，你无处可逃。这艘名为中华复兴号的巨轮，船长正陶醉于掌舵的快感，却无视船体早已布满裂痕，底层的民众正在被不断涌入的海水淹没，而大副和水手们则在因为对船长的忠诚问题而相互残杀。这场盛大的阅兵不是新航程的汽笛，更像是一场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甲板上最后的狂欢。